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现在每天打开手机看热搜，就像在看一部永远没有大结局，且编剧随时会发疯的肥皂剧。剧情反转之快，往往让人连手里的瓜都还没来得及咽下去，就得赶紧换个姿势重新吃。就说前2天吧，我晚上窝在沙发上，随手刷着手机，上海偶遇王一博这个词条直接挂在热搜上，后面还跟着个深红色的豹字。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挺轻松的，心想这又是哪个幸运的路人在街头或者咖啡厅碰见大明星了。点进去一看，图片里的他穿着休闲运动装，在高尔夫球场上挥杆，阳光打在脸上，状态看着确实挺松弛，挺有运动感的。评论区里也是一片欢乐，好多网友在底下留言，夸他身材好，气质佳，甚至还有不少人顺势脑补出了一出赛车手跨界高尔夫全能帅哥的戏码，氛围那叫一个和谐。但你知道的，娱乐圈的瓜往往看着最甜的那一口，里面可能包着玻璃渣。这反转来的简直比翻书还快，甚至快得让人有点回不过神来。没过半天，事情的风向就全变了。那些一开始还在跟着夸的路人可能还没察觉，但粉丝们已经像炸了锅一样迅速冲出来辟谣。我仔细去扒了扒前因后果，才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浪漫的上海街头偶遇，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经过精心包装的移花接木。事实是什么呢？那段被传得沸沸扬扬的高尔夫视频根本不是在什么上海的公开场合拍的，而是王一博在北京的私人行程。打高尔夫嘛，本来就是他私底下的休闲放松时间，没有工作，没有公开活动，说白了，那就是他难得想要躲开镜头喘口气的私人空间。结果呢，这段画面被一些人偷偷拍了下来，这还不算完，更绝的是，这些偷拍者或者背后的推手，为了制造话题，刻意把地点信息给改了，硬生生把北京的私人行程包装成了上海的公开偶遇，然后再通过好几个营销号矩阵一起发力、铺量、扩散、买热搜，一气呵成。看到这儿，我心里其实挺不是滋味的。你想想看，这就像是你周末好不容易休息，在自己家小区的私人泳池里游个泳，结果被人拿长焦镜头对着拍，第2天还被发到网上，配文说在三亚偶遇某某某，甚至还被推上了全国热搜。那种私人边界被粗暴践踏的感觉，光是代入一下都觉得窒息。当舆论开始分化的时候，我特别能理解双方截然不同的反应。对于很多不知情的路人网友来说，他们只是单纯的被美好的画面吸引了。在大家疲惫的日常里，突然刷到一个状态很好的帅哥，夸2句好帅好松弛，这完全是人之常情，没什么可指责的。大家只是在这个碎片化的时间里寻找一点点轻松的视觉享受，但对于粉丝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粉丝之所以总是显得那么清醒，甚至有时候在路人眼里显得有些扫兴和敏感，是因为他们太清楚这背后的运作逻辑了。他们看到的不是帅哥打高尔夫这个唯美的画面，而是私人行程被偷拍，地点被恶意篡改，隐私被当成流量工具，这些血淋淋的事实。粉丝们一边无奈的辟谣，一边愤怒地指出问题的核心。我们关注的根本不是他去哪里打了球，而是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私人空间，又一次被这样明目张胆的侵犯和消费了。其实吧，顺着这个事儿往深了聊，这已经不是大家第一次对这种偶遇产生质疑了。如果你经常混迹于各大社交平台，或者稍微关注一下娱乐圈的宣发套路，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网友都在复盘，说这种所谓的野生偶遇热搜出现的实在太有规律了。每当王一博有什么新动态要发布，或者有什么新的商业合作要预热，甚至只是刚好到了某个需要维持曝光度的节点，网络上就会非常巧合地出现一些来源不明的偶遇话题。有时候是机场的素颜路透，有时候是街头的偶拍，有时候就是这次的高尔夫偶遇，这就让人不得不怀疑，这背后是不是有一个隐形的流量局？在如今这个注意力稀缺的时代，流量就是真金白银。正儿八经的做宣发、买硬广，成本高不说，效果还未必好。而制造一个偶遇，成本极低，只要几张模糊的照片或者一段偷拍的视频，配上一点悬念的文案，就能轻易挑起大众的好奇心，引发粉丝的控评和路人的讨论。黑红也是红，有争议就有热度，有热度就有商业价值。在这种逻辑下，明星的私人生活就被异化成了一种可以随意裁剪、包装、售卖的快消品。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大家都在质疑，虽然各种分析头头是道，但截至目前，整件事情并没有任何官方层面的直接下场确认。所谓的人为策划、流量局，更多还是停留在网友们的推测、复盘和口口相传中，没有实锤。这事儿在法律和规则层面上
就永远是个悬案，但这恰恰是这件事最让人觉得无奈，也最值得我们停下来想一想的地方。这场风波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这个热搜世界的真实模样。我们总以为热搜是信息的集合，是天下大事的缩影，但实际上它早就成了情绪、流量、资本和传播机制交织在一起的巨大名利场。在这个场域里，真实和虚构的界限被模糊的几乎看不见。你以为的偶然，可能是别人剧本里的必然；你以为的路人视角，可能是营销号精心挑选的最佳机位；你以为的全网热议，可能只是算法和推手们合力为你编织的一个信息茧房。我们每天被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投喂，情绪跟着热搜榜上的词条起起伏伏。今天为这个明星的偶遇心动，明天为那个网红的翻车愤怒。我们的注意力被切割成无数个几秒钟，我们的喜怒哀乐被别人手里的那根叫做流量的线牵着走。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好像都活在一个巨大的楚门的世界里，周围的一切都在表演，都在为了某个数据、某个 KPI、某笔代言费而运转。而我们既是观众，也是这场流量狂欢中被收割的韭菜。所以今天聊这么多，倒不是非要揪着某个明星或者某个营销号不放，更不是想摆出一副过来人的姿态去教导大家你们都被骗了。其实没那个必要。在这个时代，想完全避开这些套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只是觉得，作为普通人，在这个喧嚣的让人有点耳鸣的环境里，我们或许可以试着给自己留一点钝感力，留一点属于自己的观察和判断的空间。下次再看到什么惊天大瓜，或者完美的不像话的偶遇热搜时，不妨让子弹飞一会儿。别急着站队，别急着感动，也别急着愤怒，在心里默默问自己一句：这是真的吗？这是谁想让我看到的？我为什么要为这个消耗我的情绪？这不是什么高深的生存哲学，只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当我们不再轻易被节奏带着跑，不再把那些被包装出来的幻想当成生活的全部时，我们才能真正拿回自己注意力的控制权。其实，生活里真正美好的东西，往往是不需要上热搜的。它可能是你今天下班路上偶然抬头看到的一场特别温柔的晚霞，可能是你周末去公园散步时闻到的一阵带着泥土气息的微风，也可能是你放下手机，和家人朋友坐在一起吃的一顿热气腾腾、有说有笑的晚饭。这些真实的、具体的、带着温度的瞬间，才是我们生活里最坚实的底色。他们不需要营销号的包装，不需要算法的推荐，更不需要用别人的隐私和剧本去换取娱乐圈的连续剧还在上演，热搜榜上的词条换了一波又一波。那些精心策划的流量局，或许明天又会换个马甲，卷土重来。但这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当屏幕暗下去的时候，你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真实的生活还在继续，而且它比任何热搜都要精彩得多。